那个，我们今天还画一个啊，以瀑布、云海为主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还是先起一个小草稿，哎，然后我们把这个草稿画成个4尺整张的，画成个4尺整张的。这个构图啊，看我们这个构图也是在束缚里边常用的一种构图，对吧？一种常用的构图。它是什么呀？它是那种，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也是那个甲字形构图的一种，就是说主要的它的景致啊，在我们的画面上方，哎，主要的景致在我们上方，然后下面啊景致比较少一点，哎，景致比较少一点。这是个小尺寸的啊，我们就是画成这个4尺4开的，我们起个小稿。秋景，对不对？哎，我们画一个还是啊秋景的红杏当头那一类的题材。开始之前，把笔洗干净啊，看，把笔洗干净，还是我们笔尖去调墨，对不对啊？我们还是笔尖去调墨。笔尖调墨以后，你看，笔尖调墨多余的水分，我们稍微吸一下，对吧？吸一下以后啊，我们先由左下角的近景山石开始，近景山石开始，先勾，哎，先把山石的轮廓勾出来，对不对？你看啊，哎，先把近景的山石轮廓勾出来，哎，这是它的山石的外形，对不对？轮廓就是说，哎呦，这是我们山石的外形，山石外形勾出来，勾出来以后，哎，里面结构，你看，我们把里边的结构分出来，分出来，它是什么？哎，它是以近乎一个平台的一个山石结构，对不对？哎，它是一个近似于平台的一个山石结构，哎，勾出来，它的亮面，对吧？山石的亮面是在上方，对吧？上方，然后下面都是它的山石的暗面结构。你看这样的时候处理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把我们山石处理的时候，就是说暗部结构稍微多一点，也稍微多一点，然后上部结构留白的地方，对吧？这时候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哎，小的山石石块勾出来，勾出来以后，你看以这个前面山石，对吧，为中心，我们向后延伸不同的结构，哎，不同的结构，看，哎，不同的结构，哎，这就是我们近景的啊，近景的山石，哎，近景的山石。然后近景的山石完成以后，你看啊，我们画这种呃这个秋景的话，对不对？今天啊，我们不画这个点叶的树啊，我们画一棵什么？得画一棵松树。你看啊，画个松树，松树也是啊，先把树头，先画树头部分，哎，先画树头部分，它的小枝，对不对？小枝也是啊，我们常用的鹿角，你看常用的鹿角，注意画松树它的形状，你看啊，也是先把左边结构画出来，对不对？先把左边的结构轮廓线
画出来。看树头，哎，松树啊，注意一点，我们画松树的树头，哎，稍微小一点。你看啊，注意它这个结构，树形，哎，把左边结构画出来，右边出枝，哎，右边出枝。看啊，上面一个小枝，下边向下啊，向下探出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哎，稍微长一点的树枝。哎，这个松树对不对？我们近景的松树稍微让它画的啊，不是说以松树为主的，对不对？哎，不是以松树为主，松树也是一个点景的一个小的树木。比如说要画迎客松，我们可以画的是吧？松树可以大一点。哎，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啊，我们松树只是一个点景的，所以说不用处理的太大啊。哎，不用处理太大，小枝画这个松树的小枝，你看啊。要画的，哎，用笔稍微的干一点，哎，稍微干一点，把那小枝的那种苍老，对吧？苍老有劲那个小树枝的感觉画出来，对不对？你看啊，稍微用笔稍微干一点。右边的小枝啊，出完以后，哎，左边出一个短一点的，你看，右边枝长，左边枝要短，不要对称的啊。不要说左边也是长的，右边也是长的。哎，我们画的时候处理这个树的结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右边我们树枝稍微伸的长一点，哎，左边的小枝哎就稍微要短一点啊。过来穿插，对不对？你看啊，就穿插到这个树枝的后面，哎，树的后面，然后树干，你看啊，画树干，画什么？画那种圆形、半圆形、圆形，它的松树的树皮，对不对？你看啊，哎，画那种圆形，它寸的时候，看，哎，松树的树皮鱼鳞状，对不对？哎，鱼鳞状，稍画一点，稍勾一点，稍勾一点。松树啊，树干呢？树干，对吧？鱼鳞状的，它的寸法是鱼鳞状。完成以后，你看啊，完成以后，我们下面什么？哎，完成以后，我们勾这个松枝，对，双钩啊。这个我们树干是双钩的，双钩，它不是双钩变单钩啊，是我们树干那是双钩，然后小树枝，你看这个地方，这是单钩的啊，小树枝是单钩的，树干我们是双钩的啊。松树枝，你看啊，半圆形，对不对？哎，半圆形的松枝，看，哎，半圆形松枝，不是圆形的啊，哎，是那种半圆形松枝。形成什么？也是啊，常讲的转三聚五，哎，三个一组，五个一组，哎，三个一组，五个一组，这样去点。稍微的啊，你看点松针的时候，对吧？点松针的时候，哎，墨色稍微重一点，也是啊，由上向下去点，先点树头，对吧？
先把树头的结构，这个树叶点出来，就是我们松针啊，点出来。你看小枝对不对？你看长在小枝的这个地方啊，点在小枝的这个地方，不要说那个漫无目的的去点，不要漫无目的去点，一定要点到这个小枝的上面。树头，然后，对吧？左边树头，左边，然后我们点右边的啊。你看啊，这是前面一个枝，是不是？看这是后边的枝，所以说先点前面的啊，一定要先点前面的这个松枝。先点前面的松枝，再点后面的啊，先点前面。根据我们树枝的前后关系啊，我们去点这个松针，对不对？你看啊，这个松针，对吧？这个树枝，是靠前的位置，我们就先点前面的啊，然后看这是后面的树枝，先点前后点后，这个关系我们要分清啊。对，一支就是用这一支笔啊，我这一支笔啊，山石，你看勾山石也是它，勾树木也是它啊。就除非我们点景的时候，比如说画个人物啊，画个建筑，我会用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尖号。平时勾山石、勾树木都用这个啊，中号的尖号。都用中号尖号。上颜色用那稍微大一点的尖号。嗯，先把前面的这一组松枝点出来，然后稍微淡一点的墨，你看啊，我们点后面这一组。你看我们画这个小松树的时候，注意什么？就注意它的这个松针的组合。一看这是一组一组，就分开就行啊，就分开就行。如果你看，如果我们要画这个大的松树，迎科松，比如画迎科松吧，你要把这个松针的一组一组小的关系，对吧？你也要分开，然后要处理大的关系。我们这个松树看啊，就处理一个小关系就行，把整体的前后树枝的关系交代清楚就可以啊。前面的，对吧？前面的松树啊，画出来，然后后面穿插一棵啊。你看我穿插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松树啊，不是说单钩变双钩，你看啊，它树头的地方，对不对？树头的地方肯定是单钩，对吧？到后面树身，你看啊，过来，你看到树身的地方，对不？你肯定要变成双钩。这是啊，树头部分是单钩，然后变下来，你看，这样它是个变化啊，不是说单钩变双钩，双钩变单钩，它是树头部分都是这种单钩的下来，到树身，你看啊，到树身变成双钩，你看小枝，对不对？你看我们出的小的这个小树枝也是单钩的，对不对？也是单钩的啊。过来，
穿插过来，你看，对不对？哎，我们画小树枝，你可以单钩。后边也是啊，榆林村，对不对？哎，榆林它就是圆形的那种村，画了一个圆圈就是和那个榆林似的啊，对吧？榆林似的，哎，勾一下。先画树头，对吧？后边我们松树也是啊，先画树头，由上向下，这个顺序是不是和我们点那个树叶的这个顺序是一样的？对不对？哎，先树头，先把这个树头的松针画出来，半圆形啊。我们在这个课里边讲过这个松枝的各种不同的画法，不同的画法有圆形、半圆形，就是半圆就是我们说的扇面啊，扇面形状的松针，有圆形的松针，有马尾松，对不对？松针的这个画法，我们也在这个课里边都有详细的讲解。我们就现在就是说给大家做个示范就可以啊，不用讲那么多。给大家做个示范。这种松枝啊，我们画这个扇形的松枝，用在什么？用我们现在的山水用的比较多。你看我们画现在的山水用的比较多。在这个传统里边啊，传统里边这个圆形的，就是说圆形的这种车轮形的松针，还有什么马尾松、马尾形状的那种这个松针用的比较多。现在的来说啊，扇形用的比较多。扇形的松针用的比较多。看，对不对？前后啊，两棵松树，两棵松树到后面，树后面啊，稍微淡一点的墨去画，它也是后面的这个树枝，对不对？稍微的让它墨淡一点。近景的啊，松树，山石，你看啊，然后我们勾完轮廓，勾完结构，下边就是村啊。我们这个今天画的这个就是说，稍微有村呢，你看啊，你看我们画南方，对吧？县为主，北方村为主。过来，这种村法，你看啊，就是我们讲的啊，斧劈，小斧劈，加什么呀？你看啊，这个是不是？折带，你看啊，折带加小斧劈，你看，折带村，横过来，向下去村，然后啊，前面这个山石，小斧劈向下去村，向下去村，村擦结合，看村擦结合，前面山石，完成以后。勾一个，你看啊，勾一什么呀？勾一个小红树啊。我们近景的，这个小枯枝，小的枯树枝，上面我们去点小红点，就是我们近景的红树，小红树。勾出这个枯枝以后，勾出枯枝以后啊，
就是后面我们要用什么？用这个红色去点一下，近景的，近景的山石完成以后，向后延伸，画中景的主山啊。你看我们右边啊，这是瀑布，对不对？右边是瀑布，先画瀑布前面那个山石，大家记住啊，不要先画瀑布，先画瀑布前面的山石。先画山石，先画山的外轮廓，看啊，山石外轮廓，然后里边结构勾出来，勾出来，这就是我们，对吧？以这个山石的中心，一个山石这个面为中心啊，我们向后画结构。相对来说啊，这就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山石，对不对？这是个山石的面，然后以这个为中心，我们向后延伸山石的结构。下来，你看啊，然后你看啊，注意什么？我们山顶上，我们常讲啊，山顶要点什么？要点彩的地方，要点彩的地方，它的墨，你看啊，它的墨色要稍微的重一点。我们常讲，点彩的地方，墨色要重一点。为了什么呀？为了衬托啊，为了我们最后点彩的时候，作为底色来作为这个衬托。红墨，稍微的，稍微用一点浓墨，你看啊，过来，充分的啊，记住，不要说两张皮，记着啊，不要两张皮。我们画这个墨色的时候，让它和下边的线融在一起。大家看一下，我勾完线以后，衬湿，对不对？衬湿我去加的这个淡墨和稍微浓一点的墨，你看。一定要让它的线和我们的这个泼墨这一部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充分融合在一起。这一部分，你看啊，我们现在上这个泼墨的这一部分，上泼墨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后期啊要点红色的地方，点彩的地方，这是我们打的底色啊，这是打的底色。那如果没有这块墨做底色，到最后到后期我们上色的时候，那颜色一个是没有这么厚，对吧？也没有那么鲜亮，一定要打够这个底色。水口，你看啊，水口下来，稍微重一点的墨，稍微重一点的墨，把水口画出来。侧锋，你看画这个石头，对吧？你看啊，我的笔是不是侧过来，向下，向下？侧锋过来，这是水口，这是我们要留的水口。稍微的墨让它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这就是我们水口啊，前面水口中完向左，对吧？这是瀑布。你看这个结构，你看啊，前面结构留出来，轮廓留出来。我寸的时候侧过来，斧劈皴啊，你看笔锋侧过来向下，向下，你看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斧劈皴啊，向下。
注意什么？我们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用笔的这个方向，笔锋的方向，对不对？你看啊，一定要注意它笔锋的方向，一定要让它侧过来，不要这个笔不要直起来啊！你看，侧过来，对不对？侧过来，到下边结构，你看啊，这不有横的这个结构线吗？对不对？你看啊，在结构线的下面向下去皴，就是我们常讲的斧劈皴，就和我们用斧子凿这个山石这个石面一样啊！你看向下，哎，向下去皴，根据我们结构线啊，根据我们结构有变化，皴的不同方向。哎，根据皴的这个结构线，我们勾的结构线，哎，不同的方向去皴。这个笔呀，也不是说，看是不是老师是不是它斧劈呢就是向下的？不是啊，不是，它也可能，对吧？向左去这样去劈，也可能呢，对吧？结果你可以向右也可以去劈，对不对？不是单一的，就是向下去劈的啊。哎，一定要灵活的运用它这个笔的不同方向，笔锋的不同方向。嗯，取下来，取下来啊，这是瀑布前面的一个结构，对吧？这山的结构，然后这是我们中心的啊，中心山。看我们画这个结构，我们画虎皮皴，也是先把轮廓画出来，哎，先画这个山石的中心这个一个中心位置，先定个中心位置。这就是我们山峰的比较靠前的一个面儿，哎，比较靠前的一个面儿。你看啊，以这个面儿为中心，我去向后延伸山的结构。啊，用笔中锋，注意提摁，你看对不对？注意笔的提摁、转折，产生粗细线的变化。哎，看侧过来，这是个，对吧？这是我们山峰靠前的位置一个结构啊，靠前的一个结构，向后延伸。下面你看啊，我们山峰下边虚下来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啊，虚下来以后，这一块我们留空白的地方，都是我们后期要处理云海的地方。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作品来说啊，瀑布、松树，中间是云海啊。所以说我们得，你看，不是说单一的就给大家画个大石头，你就去这个去练嘛，对不对？哎，你看我们都是设计的很多，对吧？开始的树木、松树怎样去画，告诉大家怎样去画，对吧？然后后面的瀑布怎样去画，云海怎样去处理。哎，你看啊，轮廓、结构勾出来，这是前面的一个。哎，瀑布，你看这个，对吧？这个小瀑布和我们那天画的瀑布稍微差一点。哎，这个瀑布也稍微窄一点啊，稍微窄一点。你看，这是整体的一个结构，对吧？这是一组山峰，哎，这是一组山峰。啊，完成以后，再向后延伸，
延伸不同的山势结构。不同的山势结构也是，我们先画什么？先把这个轮廓勾出来，对不对？哎，先把轮廓勾出来。看，用笔，注意提摁，哎，提摁转折。你看啊，这个结构，哎，我们勾出来。哎，先勾出轮廓啊，轮廓结构勾出来。哎，我们把瀑布的大致位置留出来，大概的位置留出来。看啊，看我们这样去怎样去皴，是不是？哎，皴完轮廓结构分出来以后啊，开始皴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结构对吧？都是向下去皴的，对不对？你看啊，到后面的结构，你看，哎，向下去皴也可以啊。你看这个结构我们向下皴的也可以，看折带也可以加个折带皴。哎，下来，你看常用的就是什么？折带斧劈相结合。哎，我们用折带斧劈相结合的皴去表现。你看，折带皴下来，向下去皴。哎，就是我们折带斧劈相结合的这种皴法。到后边，你看啊，到后边皴的时候，向下，对吧？也可以向右，你看，对不对？也可以向右去皴。到瀑布靠近瀑布水面的地方，你看啊，瀑布水面的地方，让它颜色墨色稍微重一点，哎，稍微重一点。就是我们靠近水面的地方比较潮湿，山势比较潮湿啊，让它墨色稍微重一点。淡墨擦下来，擦下来，那是不是我们的斧劈皴可以向下，对吧？也可以向右去皴。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笔锋的不同，哎，要根据我们画面山石结构不同，哎，我们这个笔锋的变化，对吧？随之要变化，不要单一的，我就用向下的皴，对吧？或者是全部都是向左去皴，哎，一定要灵活的运用它的笔锋。它也不是这个，我们折带皴也不是固定的去运用，它也是结合啊，它也是结合在一起。这是现在我们画山水的一种这种技法，就是把皴法常用的皴法我们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哎，后面的山石，你看啊，前面那个结构向下去皴，哎，向下去皴，过来，看，哎，向左，哎，向左，看，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向下去皴，哎，向左去皴，哎，形成什么呀？哎，形成
这是一组山峰，对不对？哎，这是一组山峰，然后这后面是一组山峰，前后山峰中间的缝隙，对不对？哎，这一块让它暗下来，我们怎样按它，让它稍微皴的多一点，对吧？稍微多一点，把这个结构多一点，让它这一块暗下来，就是说相对来说啊，整体的画面这一块来说，墨色稍微重一点。你看啊，让它按下来。你看它按下来以后啊，有什么变化？你看我稍微的多皴一点，看啊，来看一下有什么变化。哎，是不是这个结构是不是特别明显？十分三面，对，我们也是常用的灵活的运用十分三面。你看是不是这一块石缝，它皴的稍微重一点，然后前面这个结构，对吧，就会凸出来。这就是我们黑白，对吧？黑白对比反衬，对吧？这就是一种墨色的衬托，对吧？以黑衬白，然后把我们前面这个结构，哎，去拖出来，去拖出来。你看，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啊，山石的衬托，墨色的衬托。你看这样的结构，你看整体的前面一个山峰一个整体结构，看后面又是个整体结构，这样我就能把前后的关系，对吧？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后面你看啊，后面结构几寸，哎，向下，这个也可以向下，然后侧面向左去寸，哎，你看啊，是不是？笔锋，你看笔锋侧过来，看是不是？哎，向左去寸，哎，向左去寸。哎，这就是个，哎，这是一组山峰，对不对？完成以后，哎，我们这边你看啊，我们这个墨块是点彩的地方，哎，这个山峰完成以后啊，哎，用墨稍微的加一点，哎，稍微加一点，加一点的目的也是为了什么？哎，为了我们后期点彩，也是为了后期去点彩。哎，你看，一定要让它和我们的墨线融在一起，是吧？一定要融为一体。一定要融为一体。这一部分就是哎，我们后期要点彩的地方，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点彩的地方。向后，这是一组，下面一组，第二组啊，第二层的山峰，再过来，哎，过来啊，第二层的山峰完成。这是啊，我们上面水口，注意啊，上面流下来，瀑布过来，哎，瀑布过来，有落差，对吧？一个小的落差过来，到下边形成一个大的落差，就是我们瀑布。你看我们后上面水口的位置怎么去画？哎，远处的山峰，哎，先把上面我们植被的地方，对不对？先画出来。哎，你看啊，折带，折带村，
哎，形成一个什么结构？你看啊，过来，这个北风下来以后向左，你看啊我给大家讲的啊，竖过来，向左去村，哎，这是一种变，就是说稍微变一点的折带村，对吧？我们常见的折带村是横笔向下去村，对不对？横笔向下去村，哎，这个折带村呢，对吧？它方向稍变了一点，你看啊，竖一笔向左，你看，哎，竖一笔向左，这也是折带村的一种，对吧？这也是折带村，所以说，哎，我们要熟悉了各种村法以后啊，哎，熟悉了各种村法以后，哎，灵活的去运用它，不要是在脑子里定成一个思想，就是这折带头就是向横一笔向下，横一笔向下，对不对？不是那样的，要灵活的运用，对不对？要灵活的运用。对，我们开始讲过了啊，开始画的时候先讲构图，然后画面主要的景有什么，对吧？我们开始画的时候先讲这个啊。下面你看啊，哎，下面虚下来，我需要把这个水口地方虚下来。你看山头，你看啊，我们山头要点彩的地方，对吧？一定要突出这个植被，就是说上面植被的位置，哎，用稍微的重一点的墨，稍微重点的墨，我去破一下，破墨法。一定要注意我那个这个墨的这个添加，对我们后边点彩非常有用啊！大家记住，哎，非常有用。有的同学看就是我们在这个课里边画这个红云当头，总觉得老师你那个颜色为什么点出来那么那个厚那么亮，对不对？怎么我点出来老觉得这个颜色特别浅，达不到那种特别鲜亮、特别厚重那个颜色？为什么？就是我们底色，哎，就是我们这个墨的底色你没有上够。有朋友来的晚，可能不知道多大的纸，咱们老朋友们告诉他吧。对对，你看有的朋友一会儿问说怎么没有讲构图，没有讲布局啊，一会儿说怎么不知道多大的纸啊？我们老朋友们告诉这位新朋友好不好？对，告诉他多大的纸多大的告诉纸，他。对，我们常用的啊，老同学或者我们猜那个进来早的同学可以告诉他们啊，多大的纸，然后我们今天的构图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哎，告诉他，哎，看啊，主山完成，对吧？这近景的山峰完成以后啊，看我们画瀑布，画瀑布留出了瀑布的位置，先画什么？哎，先画瀑布里边的小碎石，对不对？哎，先画小碎石。哎，常讲的啊，哎，既白当黑，就是说我们哎先把小碎石画出来，然后留的白的地方，哎，就是我们水的位置啊，是水的位置。说是先处理什么？先处理小碎石，哎，把水呢，哎，流出来。你画的时候，你看啊，注意先画小碎石，然后再留着水流的这个水流的时候，注意不要平均，对吧？不要平均，要有宽有窄，
哎，有宽有窄，有宽有窄，不要说就是说你平均啊，水流不要平均，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对吧？不要平均，一定要要不等，有宽有窄。你看，然后想表现水中的这个水花，看我用笔啊，可以用稍微颤抖的线，颤抖的线去把这个水遇到这个碎石，对吧？遇到瀑布中的碎石，它溅起来的水花，你看啊，用这个颤笔表现出来。你看啊，用笔稍微的颤抖一下，就是颤的是我们手腕啊，手腕去颤抖，出现这种颤笔。你看，这就体现我们瀑布遇到小碎石溅起的水花，这样去体现。对，抖笔也叫蘸笔，也叫抖笔啊。你看过来，下来，你看下面啊，到下边用淡墨干笔稍擦一下，稍擦一下，看啊，这是下面的一层水，对不对？下面的一层水，你看第二层，第二层也是先画它的小碎石，些小碎石下来，然后啊浇在水口，对吧？这是云雾，我们水是从远近的山上流下来，对吧？流下来形成落差，这就是瀑布，形成瀑布。我来，看啊，这是瀑布，看近景、中景完成以后，对吧？下边就是啊，我们画远山。远山就是主要画出什么？画它的结构就可以，对不对？画它的结构就可以。你看啊，这是近景的一个山峰，近景的山峰。我用淡墨画一下，你看下边是云，对吧？就是水汽啊，云和水汽，淡墨画出来。要到后边，对吧？你看后边我们还有远山的话啊，还有远山的话，只勾结构，注意一下啊，稍微淡一点的墨色，稍微淡一点的墨色啊，先勾轮廓。远山，对吧？我们常讲啊，远山无村，远树无枝，对不对？就不要，就是说我们远山以后处理的结构简单一点，勾了轮廓，勾个结构就可以。只勾啊，只勾简单的轮廓和简单的结构，不要和前面一样啊，我们不要和近景的这个主山一样勾的那么详细，对不对？简单的勾一点，它的大体结构就可以。下来，
下面也是啊，下面也是也虚下来，让它虚下来，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啊，我现在用的就是中号的那个尖号，我一直要用中号。这个中号的就是我们勾山石、勾树木，对吧？都挺好用的啊。它这个笔锋就是说比较适合画山石、树木，都是比较适合的。对，远山无村，远树无知。啊，向上延伸。哎，我们后面是一个一排的，对吧？一排的山峰，借用淡墨，哎，就用淡墨去画。对，尖毫，这是尖毫，我们用的就是尖毫。尖毫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看我们画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用一些大的墨块啊，对吧？还有山石的结构啊，它这个尖毫，对吧？它都能体现出来。如果你用这个纯的狼毫，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勾线可以，皴擦也可以，但是你要是说用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用到这个泼墨的地方，对吧？它狼毫，它这个吸墨性稍微差一点，对吧？稍微差一点，它不如我们尖毫这样用，这个软硬适中，你看对不对？哎，软硬适中，给下边虚下来，你看啊，虚下来。哎，后边山峰用墨，对不对？一定要稍微淡一点，不要太重。哎，过来，你看啊，后边远山，对不对？哎，勾出结构来，勾出轮廓，勾出结构就行，不用去皴，对不对？哎，不用去皴。哎，下边干笔擦一下，对不对？擦一下，把它虚下来。你看啊，再把它虚下来。哎，看我们主要的景致是不是，对吧？主要的景致都在画面的上半部分，对吧？都在上半部分。看画面下边景致很少啊，景致很少。我们远山，看我们今天远山，我们用什么啊？用赭石。哎，我们今天画一个远山，我们直接用颜色画出来啊。赭石，珠标，稍加一点珠标啊，稍加一点珠标。对，这个同学猜的挺对的啊。我们今天画一个鸿运当头的一个构图啊，大家都挺喜欢这个构图的啊。今天我们就画一个啊，画一个鸿运当头。哎，珠标，你看我用颜色画远山，把珠标和赭石调在一起啊。哎，珠标、赭石调在一起，还是我们这个勾山石的啊，勾山石的这个笔。看啊，我们画远山，用赭石和珠标调在一起的。哎，颜色，你看啊，颜色稍微让它重一点。哎，颜色稍微让它重一点。画个山峰，看对不对？
哎，这个画这个山峰的时候，也不用皴，也不用勾，对不对？哎，我们直接用颜色画出它的山的形状就可以啊。山的形状就可以。注意啊，这个远山是在我们这个弹幕的远山后面啊，不要画到前面了啊，画到它远山的后面。你看，过来，看下面，到下面以后虚下来，对不对？把它虚下来。注意它的颜色，你看山顶的地方，对吧？我们远山山头的地方颜色重，对不对？颜色稍微重一点。到下面，淡下来，淡下来。这样不要齐，大家还要注意啊！我们画这个远山的时候，到下面颜色，你看，不要画成一个特别齐的，稍微的有一点云的这种形状。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到后面上色的时候，这都是要处理成云的地方。你看，这是弹幕，前面也是虚下来，让它云这样衔接在一起，衔接在一起。看啊，主山，对吧？近景的平台、松树，我们点景的地方啊，加一个点景的，看画在什么地方？小树的后面，松树下面吧。你看啊，我们看可以在这儿啊，在松树下面，我们可以加个什么？加个平台，对吧？加个观景台。过来，先画栏杆，你看，小栏杆过来。画个观景台，然后可以画个人物啊，画个小人物，两个人物啊，可以在一起，然后可以在这个观景台上啊，你看一个是瀑布，对不对？能看瀑布，然后下边是云海，能看云海。下面，把这个人物的简单动态画出来就可以啊，对不对？把人物简单动态画出来就可以，不用画这个人物的表情，你也看不到，对不对？我们也看不到。对，你看我们这个点景人物为什么就是说在画面上有时候需要这个点景人物？你看，如果单一的就是我们有山有水，对吧？这个点景的来说啊，就是把我们自己，对吧？把我们自己可以放在我们想象的画面之中。其实点景来说啊，
对吧？应等任务来说，也可以作为自己设计成自己啊，是这样的。好多时候我们画这个点景人物，不是为了说这个，一个是为了丰富画面，让画面就是有意境，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体现作者，对吧？体现作者的这个情怀。好了吧？好了，老师接着画了啊，朋友们。看我们那个画完以后，我们山上的小树，对吧？小松树，你看啊，哎，我们画这个黄山云海之类的题材的时候啊，它山上的都有那种小的松树。你看我们画小松树怎么去添加？哎，小松树也是啊，我们常讲，对吧？远山无村，远树无知。你看，哎，小松树，哎，画出它的主干，对吧？画出它主干就可以，然后左右去出枝啊，对吧？简单的左右去出个小树枝就可以。哎，我们这个山的侧面，你看，注意我们加树的时候，它不同的地方树形不同。哎，你看我在山的侧面结构画松树的时候，对吧？它的松树是向下探出来，你看，哎，就探向云海的那个啊，对不对？这个姿势。到山顶的地方，比如说啊，我们山顶的地方，这个松树，对不对？它就是稍微的挺拔一些，对，稍微的挺拔一些。画的小树也是，不要说都是一种形状，对不对？不同，它生长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哎，它的树形也不同。你看啊，哎，我们山顶的地方，它的松树就是哎稍微的挺拔一些，对不对？哎，稍微挺拔一些，稍加一点。你看到侧面的时候，对不对？哎，侧面的松树让它是向下，哎，你看，哎，这个松树，你看树叶的时候，松针，对吧？我们不要去勾了就，哎，把笔，哎，把笔锋，哎，把笔锋我们压扁一些，对吧？用散锋去画，看，哎，用散锋去画也可以，画在我们出的左右小枝子上面，用散锋去画，对吧？点一些这个松枝就可以，哎，散锋，就是把笔，对吧？把笔我们压扁以后，哎，笔锋地方散开，哎，这样去点就可以啊，对吧？小的松树，我们看不到这个具体的松针的模样，哎，就是大致的把树形点出来，哎，把树形点出来，看笔锋是这样的啊，点一些，点一下，哎，稍点一点，哎，树锋，你看啊，在我们树尖的地方，先点也是啊，点那小松树也是先点什么？哎，先把树头点出来，然后再左右的这个松针这样去点，对吧？先把树头
点出来。哎，这是山上的小松树。哎，我们补充一下，对不对？哎，稍补充一下小松树，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看近景的，对不对？松树的后面，哎，松树的后面，哎，可以加一些小的灌木啊，哎，稍微加一些小的灌木。哎，你看单一的，比如说，你看单一的松树来说，对不对？看着比较这个单调，哎，稍微的丰富一下，加点小的灌木。哎，下面你看啊，我们平台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平台的地方，哎，可以加一个，对吧？下面也可以加小松树。这是我们平台下面树头的地方，松树树头的地方，哎，只画个局部结构，哎，不用画这个松树的树身啊，哎，画个小这个树头，点一个松针，就代表哎平台的下面，对不对？还有松树，还有松树林，对不对？你看啊，画完以后，干笔稍擦一下。哎，松针也是，你看我们上面的松针，如果觉得它不够这个丰富的话，哎，我们可以用干笔，对不对？用干笔稍把这个松针的地方，哎，稍擦一下，都是可以的。你看，稍擦一下，是不是它的松针就感觉就蓬松起来？哎呀，显得厚重一点，哎，厚重一点。点胎，哎，需要我们需要点胎的地方要点上胎点，哎，要点上胎点。点胎点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后边点彩。比如说，我们要画这个红云当头的题材，对不对？哎，红云当头的题材，你的红点要点在什么地方？要点在我们有胎点的地方。哎，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点色，点那红色，对不对？要在这个地方点红色。看，点的时候也是山头的地方，那我们需要点这个红色，对吧？都要点在这个山峰的顶部。哎，所以山峰顶部可以加一点这个胎点。你看山峰的顶部，对吧？这种后面要点红色的地方，哎，可以加一些胎点，加一些胎点，让它山峰，对吧？山顶的地方，让它胎点稍微多一点，因为等到后面我们点彩，主要的都是点在我们山顶的地方，对不对？哎，都是点在山顶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胎点可以多一点，可以多一点。哎，到后面你看，你这个地方胎点可以多一点。到我们后面我们要点彩，一定要把这个底色，对吧？要把底色要画好，对吧？底色一定要做足，对于我们后期的点彩很有这个必要很有必要。
看啊，现在我们墨线勾完以后，需要加墨的地方，加淡墨的地方，你看啊，重点的地方就是什么？哎，瀑布，对不对？哎，重点就是瀑布，把瀑布两边的山峰稍加一点淡墨，把它染出来啊，用淡墨稍微染一下。为了什么？为了把我们的瀑布去衬托出来，把瀑布去衬托出来。你看现在我们瀑布是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哎，我们把两边的山峰稍加一点淡墨，哎，稍加一点淡墨，加深一下山石的这个结构，山的结构，把我们的瀑布，对吧？衬托的更亮，把我们瀑布衬托的更亮。你看啊，稍微加一点，稍微加一点，这样你看瀑布啊，瀑布地方加完以后，是不是？你看它的瀑布是不是更亮、更明显，对不对？有的地方是吧需要加，有的地方我们就不加。一个是嘛，一个是我们山峰的啊前后结构，对不对？再一个就是我们瀑布的左右两边的山石，这需要加的地方。你看加完以后，我们的瀑布是不是哎更明显？还有地方就是什么？哎，我们下边啊，瀑布不是山峰的下面，我们需要染云的地方。看啊，染云的地方用淡墨，哎，把这个云的大致形状、位置，哎，我们稍微的用淡墨擦一下啊，稍擦一下，是不是？哎，稍擦一下啊，擦一下以后，我们染云，你就有个什么？哎，大致的形状、位置，就是我们需要上颜色的地方，上颜色的地方，然后留白的地方，对不对？哎，就是我们云的，哎，这个位置啊，留白就是云的位置。过来，你看，哎，再稍微的加一下，哎，稍微加一下，水口，看淡墨稍擦一下，也是到下面以后，看到下面我们用那个淡墨干笔刷一下啊，就是和我们这个擦一样，对不对？哎，刷一下。哎，这就是啊，我们看后面对吧？小松树点苔的部分，哎，点苔的部分，还有瀑布两边小山石，瀑布两边山石，我加了淡墨以后，对吧？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调整完以后啊，我稍微亮一下，对，我们再稍微亮一下，我们就能上颜色。哎，稍微上一下，上颜色。瀑布你不能啊，我们注意还有一点啊，我们再讲一下瀑布这个，瀑布你不要画的太高，不要画的太高，因为什么呢？你看啊，瀑布画的时候，你看我们这种瀑布的时候，它是什么？它下边有云海，然后你要交代水，对吧？瀑布形成的怎样形成？看有远山，对吧？汇集小溪流汇集成一个瀑布，
对吧？你不要说你从山顶上，对吧？比如说你从山顶上直接流下瀑布来以后，上面没有远山，没有凭空出现的瀑布，对吧？都是一个各种小溪流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落差，再形成一个瀑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画瀑布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画面去定瀑布的位置，定瀑布的位置。哎，这个今天我们画的瀑布稍微小一点，它是以云瀑布为主，它下边还有大片的云，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表现瀑布，如果我们画，比如画这个壶口瀑布，还有什么黄果树瀑布，对吧？它是以瀑布为主的，那可以画的瀑布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老师讲的特别清楚，特别好。对，专业的老师讲的肯定是非常专业的技法和知识啊。1号课程啊，刚才没有拍到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拍就行了，因为咱们在春节前这个课还是福利价99，学员老师这个全课程至少180节课，包括至少100张的完整的泛画的全过程讲解，还有至少50节的分解课程啊，一课时才合4毛多了，非常划得来的一个课。平时如果我们找我们老师去讲课，1节课他也不可能说99，是不是？王伟平老师啊，大家去搜河北美协的画家老师王伟平老师。清风好几天没看直播了，没事儿，都会给大家分享到课里的啊。对，是的，红色点染的地方会覆盖上啊。老师上色的时候会给大家讲。昨天就有同学问啊，老师山上的那个墨块是什么？哎，这就是我们要点彩的做底色的地方。做底色，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啊。如果大家也画这个红云当头，我们画红云当头的题材的话，如果你点色，你不用墨块，你点到那墨线上来说啊，大家去对比一下，它的颜色来说比较薄，它没有这个墨块做底色，对吧？它达不到那个厚度，然后亮度也达不到，这是我根据我们近代画家，比如说你看我们点彩的画家来说，这个魏子熙的，还有宋文治，好多大师，他要是点彩的部分或者泼彩的部分，他都要用墨做个底色，作为一个衬托的颜色去做，就是说做个墨稿啊，或者泼彩啊、泼墨，对吧？他就要一个泼墨做个底色，去在上面去点彩。要截屏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来，老师给大家去让10秒钟啊！老师让10秒钟，大家抓紧时间去截图啊！对，因为今天画的是一个秋景，所以我们画的整体的它的最后的效果就是一个红黄色为主的颜色啊。对，王素华老师是我们上午的老师，也是我们王伟平老师的老师。来，老师给大家让10秒钟，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要截图的抓紧时间啊！静态时间不能太长啊。对，抓紧时间去截图就可以了。樱花亭子为什么容易画歪？你比着点纸的所有线嘛，朋友。对，咱们画的时候，你说直线我画不直，比一下我们纸张的所有线去画。对，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先用我们的这个铅笔打个稿子。截完了啊，好了啊，1号课程啊，抓紧时间去拍，因为真的是福利满满的一个课，老师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课程里面每一张泛画都是老师非常认真的去给大家去进行的创作。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小稿子啊，老师每一张，朋友们，你看老师的每一张都会给大家把我们的今天要画的内容都要画个草稿啊，老师都是要先去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课，对待这一节直播，才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课程的讲解的。我们现在拍的我们的山水课程是我们现在讲课的王伟平老师的课啊，哪个老师直播的时候您拍的就是哪个老师的课程。对，现在大家拍的1号课程王伟平老师的山水课程，我们在直播间分享的课程已经画了将近70幅作品了。我们拍了课程以后，您随时打开前面老师讲的那些泛画内容，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看到了啊。在我们的学浪或者在我们的抖音课堂都可以去观看，都可以去学习的。王伟平老师啊，王伟平老师，
小样好气势，大画画完了也一样，大画更有气势。对，你看刚才有朋友就说，哎呀，不知道那点金色是怎么回事儿，老师把小样再给大家去拿一下，因为有的朋友来的晚。我们今天画的是一个鸿运当头，也快过年了嘛，也是祝大家今年也是啊鸿运当头。所以这个题材呢，大家都特别喜欢。老师也是呢，给大家去多画一些不同的题材，非常受大家喜欢的这些啊脍炙人口的这些题材。这样的话，我们学以致用，我们画了老师课程里的内容，就是谁看了你的作品，他也是这个作品很漂亮。对，是小画，老师每天都会给大家去画一张小稿，然后再给大家去画给细节的地方啊。对，就是说今天要画什么，或者给同学们今天课上要讲什么，对吧？我们都需要先打一个草稿，然后咱们再过来以后再放大，放大以后可能就是里边加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小稿的时候稍微简单一点，就是说大体的构图啊，说是颜色呀，在小稿上能体现，然后到大画放大了以后，我们再去加一些东西啊。那个谁，大山雪原，你不用进粉丝群，去找小店客服进我们的学员群，朋友们。拍了课找小店客服，点开小黄车，点这个图片，左下角进店客服，可以到这去点击去找客服进我们的学员群啊，可以去进学员群。粉丝群的话，你申请了，稍微等下播我会帮您通过。拍了课程去进学员群可以啊，学员群里面有老师这些高清泛画电子版在里面。在那个群里啊，在那个群里就行了。粉丝团的那个群，它只是一个开播的提醒。学浪在哪儿下载？细语学浪在我们手机的应用商店，就是咱们平时下小程序的地方啊。手机的应用商店，拍了课不会看课的朋友都去找一下小店客服，小店客服教给您怎样去操作啊。稍晾一下啊，晾个1分钟2分钟，老师就开始给大家去讲上色了啊。我们有的朋友来的刚才晚，咱们先把前面的一些内容去给大家去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其实前面已经画了很多幅我们的这个鸿运当头了，是不是？前面已经画过很多幅了，刚看了老师的课了，非常不错。对，老师讲的就是每一节课都特别详细，每一幅作品都能让大家学习到真的干货技法的啊。大山计划把每对，就是把每一张都画一对，可以，我们可以选那个，比如说开始画的时候，你可以先选简单一点的，前面的小的作品都可以，然后你逐步的去练后面的大的作品。真的，你要是每次啊，我们同学要每次把这个不是把每一幅画都画一遍的话，真是你的画跟着提高的会很快。它因为我们每一幅作品里边，对吧？它的内容不同，它讲的重点也不同，所以说你在每一节课里边都能学到，就是1样2样，对吧？然后你再组合到一起。对，我们前面因为还画了很多张，老师已经画了快70幅作品了。您现在拍了课，你就能够学到前面老师讲到的内容。咱们每一张泛画都非常的完整，都是老师从这个画墨稿开始到上色的一个全过程的啊。结合着我们每一张作品的构图以及每一张作品的布局来讲解完整泛画，不是单给大家去讲，单讲构图啊。咱们每一张都是什么？都是给大家去画完整的。我们商量一下，开始啊！我们上色之前，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云的部分比较多啊，云的部分比较多。我们染云，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湿染云的方法。我们用湿染云的方法。湿染云的方法就是我们把染云的地方啊，染云的地方稍微的打湿一下，稍微打湿一下。可以，你看我们同学临的时候可以啊，你不要说每天就是说我今天就得画出一张来，
你不用那么着急。我们自己在家画的时候，可以不要着急，慢慢的去临，慢慢的去临。先看课，先把课里边先就是浏览一遍老师墨稿怎么去画的，用笔。我每一幅作品画之前，这个墨稿先画树啊，先画山石啊，用什么笔，对吧？用什么笔法，山石用什么皴，我都详细的先讲解，然后我再去画墨稿。到上色也是啊，先上什么颜色，后上什么颜色，它的规律是什么，我都有个详细的讲解。我们临之前，大家可以先浏览一遍，然后我再去下笔，再去画。那样去临下来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怎么说呀？比较这个这个东西比较掌握的比较踏实那样，对吧？先看一遍，然后我再下手临。现在我们开始上色啊，上色之前把染匀的地方，你看啊，我们这边是云海，对不对？把云海的地方，稍微用清水打湿啊，清水打湿，清水打湿。瀑布的地方也是，对不对？瀑布的地方、云的地方，都需要我们打湿一下啊。打湿以后，你看啊，染云、瀑布，对，循序渐进，对，掌握知识点，对吧？我们可以就是由简入繁，对吧？一点一点的去掌握。对，拍了课程每一节课都可以回放的啊，可以反复的回放，永久的观看。打湿以后啊，大家记住，打湿以后我把这个多余的水，你看打湿以后它画面浮水比较多，对不对？我们把多余的水分稍微的用废纸稍微吸一下，稍微吸一下，吸一下。这时候我们不要染匀先啊，因为它现在染匀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湿。比较湿，我们可以先染什么？先染树木山石，先染这一部分啊，先染这一部分。树木、赭石，你看啊，我们还是用赭石。藤黄，常用的，常用的啊，赭石、藤黄两个颜色。这是树木，稍微的啊，赭石藤黄稍加一点淡墨，你看，来看一下啊，赭石藤黄稍加一点淡墨，我们染树干的地方，染树干的地方，先把树干染出来。这松树的树干，你看啊，赭石，染完树干，你看啊，染完树干，下边就是山石部分，还是这个赭石啊，还是这个赭石。我们调的这条赭石，看啊，我去怎么染？染的时候，你看我们山石染在哪儿？你看啊，我在山石这个结构上，我去复勾啊，你看，我去复勾，也是啊，染在什么地方？染在山石它的皴的地方，你看，是不是？皴的地方，我去加赭石，
要去加赭石。哎，寸的地方，你看，山峰，看啊，山峰，以赭石为主，对不对？哎，以赭石藤黄为主，寸，对不对？你看啊，我们寸的地方，赭石去加。大家注意看啊，我上颜色，今天上颜色不是平涂的啊，不是平涂的，哎，是在勾染。什么叫勾染？就是我们皴的啊，你看皴的地方，我去随着皴的这个笔用笔的地方去加皴，加这个颜色，你看是这样的啊，没有平涂。哎，你看，我们向右皴上颜色，随着这个皴，我去加颜色，我去加颜色。你就说，我们怎么去皴？我们上色怎样去上啊？怎样去上？不要平涂。这是加了这个淡墨的啊，我赭石里边加了淡墨的，里边稍加了一点淡墨，可以稍加一点淡墨。赭石，然后藤黄，对吧？哎，它是两个颜色啊，赭石藤黄，稍加一点淡墨，赭石藤黄。先把这两个颜色调在一起，哎，先把两个颜色调在一起，然后再加一点，对吧？加在一起。看啊，每次上色之前，两个颜色、三个颜色，对吧？你比如说它的两个颜色、三个颜色融合在一起的话，要让它充分的融合，就是我们稍微的多搅两面，不是三滤啊，同学们是淡墨，哎，我们赭石里边加的淡墨啊。你看，来看一下啊，这个颜色，赭石藤黄加一点淡墨。你看我染的时候，看我的用笔啊，哎，顺着皴的地方，你看啊，哎，顺着皴的地方去染，不是平涂，我们没有平涂，哎，你怎样去皴的这个笔法，然后我们染，哎，就按这个皴的笔法去染。尤其这个留白的地方，同学们会问啊，同学那个怎么留白？不是，我们不是刻意的留白，对吧？不是刻意的留白，是根据我们染的，你看啊，对不对？你看染的时候，这个皴这样的向左皴，上色的时候，你看我们还是这个方向，顺着这个皴的方向我们去染，哎，是这样的啊，对不对？不是说，哎，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我这个特意留出来，哎，这个白色，它是随着画面，哎，随着画面很自然的流出这个白色啊，留白。你看，哎，近景的颜色啊，这第一遍颜色。远山，你看啊，
远山我们稍微的重一点，远山赭石还是赭石，藤黄。画这个秋景的时候用什么用的比较多？藤黄、赭石，还有呢就是一个珠标，对不对？还有一个珠标。哎，山顶，你看啊，山顶让它稍微的红一点，哎，让它稍微红一点。哎，稍微红一点。哎，它的白色，你看啊，对吧？哎，不要说我就是留白的地方就刻意留白，你看，哎，随意一点，很自然，它就留出白色来啊。远山，远山我们是赭石、藤黄、珠标3个颜色，我充分的搅一下，哎，把它稍微充分的搅一下啊。哎，看，用这个颜色啊，我染远山。哎，这个颜色啊，稍微的加一点珠标，就是藤黄赭石里边，哎，稍加一点珠标。哎，你看啊，这样去染，让它颜色远山的颜色要淡啊，不要太重。所以说，哎，可以多加一点清水，对不对？哎，多加一点清水。下来，嗯，哎，颜色对吧？远山的颜色一定要这个淡一点，不要太重啊。所以说，我们上颜色可以加一点，多加一点清水，不要太厚。哎，下来，看我们画这个秋景也是，主要是就是说这几种颜色啊，就是说藤黄、赭石、藤黄，对吧？珠标以这3个颜色为主，哎，以这3个颜色为主。哎，近景颜色稍重一点，让它稍重一点。哎，下边就是啊，云海，你看啊，云海的颜色染云用什么？用花青啊，用花青。花青加淡墨，哎，花青加淡墨，哎，花青，先调花青，对不对？哎，先调花青，然后花青里面不会阴呢，不会阴。哎，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对吧？上颜色的时候，你这个水分来说，你上的时候，它不要说很靠这个画面的外面啊，你可以上的时候靠里边一点，靠里边一点，然后它印出来的是个水，它是印出的是水啊，颜色不会印出去，颜色不会印出去啊。那染云的颜色，花青加稍加一点淡墨，对，还是这一支笔啊，还是这一支笔。你看，染云啊，先染山脚，对吧？先把山这一部分云染出来，哎，先染这一部分啊。
花青、淡墨。注意我们染云的时候，它云的这个动态，对不对？它要注意它云有，就是说，看有凸出来的地方，对吧？有凹进去的地方，啊，有深有浅，对吧？有的云层稍微厚一点，有的云层呢稍微薄一点。看，先把这个花，上面的云层留出来。它是什么呀？它根据我们这个颜色，对吧？根据我们上的颜色，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云的地方。用这个颜色把云的形状，我们就是说，衬托出来。你看，衬托出来。看啊，云的处理方法。靠近山的地方，云层相对来说，比较厚一点，比较厚一点。看啊，先把大致的云的形状染出来。中间留白，对不对？你看啊，我们染的颜色，对吧？这不是云的颜色，是我们留白才是云的地方啊，对不对？你看，留白才是我们云的地方。要注意用颜色把云这个形状我们把它染出来。先把这个，对吧？先把云的大致形状我们画出来，然后再调整，对吧？调整云的深浅，就是云层的薄厚、深浅变化。先把大致的形状我们先画出来，对不对？先画出来。过来，你看啊，这是中间啊，中间的云层。染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啊，把颜色控制的稍微的，干一点。你看，稍微干一点。用这个侧锋，对不对？用笔的侧锋去染啊，笔的侧锋去染，不是用这个笔尖啊，看，用我们这个笔的侧锋，去染。你看，先把云的大致形状我们染出来，然后再抠里边小的细节啊。先一个整体，对吧？先一个云的整体形状，整体形状我们先染出来，再收拾里边的小的结构，就是说小的云层、小结构，对吧？先把一个整的结构我们画出来，整的结构画出来。看，看啊，整的结构，对吧？我们先把整个结构画出来，我们再去调节里边小的，中间薄的云层、小的这种云的结构，再一点的再去调整。它不是啊，不是单一的一个，对吧？一个形状这么长条过来，它也不是一个颜色啊，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墨色过来，一个颜色过来啊，它是有深浅变化的，对不对？你说云，就是这个云的变化，对吧？它靠什么？靠我们这个颜色的深浅来表现云层的薄厚，来体现云的薄厚。
薄的地方就是我们颜色大一点的地方，对不对？然后闪角的地方稍微深一点，也云层稍微厚一点的地方啊。水也是啊，我们水也用一个颜色去染，染的时候染什么地方啊？染我们瀑布中间的小碎石，哎，把颜色上到这个地方啊，对不对？哎，上到这个地方，然后拖出水流的这个白色啊，哎，拖出水流的白色。还忘了后面啊，哎，后面这还有云，对不对？哎，瀑布上面的云和水汽，哎，我们要稍微的画一下，稍微画一下。水，老师给大家讲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对吧？那个云雾，因为咱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啊。这个云雾我们就是说，画面里边云用的比较多，哎，用的比较多。不管我们画江南的水乡啊，还画北方的这个山石，就是小景啊，对吧？都有这个云的体现，都有云的体现。都有个详细的讲解。哎，我们画面里边就说涉及到的啊，涉及到云呐、瀑布啊，对不对？都有详细的讲解。哎，水口的地方，你看啊，我们上面水口的地方也可以，也要加一些这个花青淡墨啊，加进墨青色。哎，靠近水面就是靠近瀑布的地方，哎，长时间的被水冲蚀，对吧？也比较潮湿，所以说颜色让它稍微的偏一点，对吧？偏一点这个花青色。